多几多是何事，纷纷扰扰是是非。多几多是何事，纷纷扰扰是是非。英雄无末路，神剑斩万难，洒热血少年郎，公子美名光。江山如烟，剑路急，拒绝一马，云川桃山渡，归梅岸，陵阳山浑水寒，助我乘神飞天龙影响这阵云端。射箭天虹踏孤独，飞雨多少日落光华不曾见。几杯之地推杯战，血相融，人落根深江湖传。钟玉剑家曾是剑宗的顶级世家，实力之强，比起四大剑圣世家，一毫不逊色多少。族中的剑圣强者剑无一，是剑宗大长老。20多年前，血剑老人横空出世，灭了剑家，杀死了剑宗大长老。直到无剑老人赶到，与血剑老人大战一场，血剑老人正面对抗无剑老人，成功逃脱，名震天下。后来血剑老人销声匿迹，最近几年，他的弟子厉血河身怀神剑血煞现世，可与神剑公子剑无双争锋，其名才再度流传。寒山城乃偏僻之地，你没听说过倒也正常。血剑老人如此厉害，可见所学武道不比西域吕家逊色。你是说我即便学了吕家武学，获得神剑天虹，也很难对付厉血河？以后若是遇到厉血河，还是避远一点吧。他身怀血煞，杀心极重，落在他手里，很容易丢了性命。你也别不服气，整个剑域大陆英杰无数，但能与厉血河争锋者，仅剑无双一人。哪怕是另外几个天骄，比起厉血河都要逊色一筹。甚至是老辈剑王，能与厉血河相比者也不多。所以，逼着厉血河，才是正确的选择。何谓天骄？这是剑域大陆各大顶尖势力间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能在20岁前成为剑王者，可封天骄之名。剑无双、厉血河都是20岁前突破剑王，所以又称神剑公子、血剑公子。还有哪些天骄？东域华家、重剑公子华重，南域楚家、炎剑公子楚炎，还有我们西域吕家天剑公子吕天。吕天是你同父异母的兄长，不仅20岁前成为剑王，并且还获得了神剑天虹的认可，所以你想凭借神剑天虹对付血煞，这也行不通。同父异母的兄长，这么说来，吕神通和我母亲在一起之前，已经有了妻儿。是的，关于你母亲的事情，我一无所知，但家主不是滥情之人，想必之间有什么因果，只能等你到吕家之后询问家主。我一定会问个清楚。吕天的母亲是什么来历？主母是南域楚家家主的女儿，之前家主没派人找你，也许是顾忌楚家吧，但现在家主已成剑圣，对楚家已经无需顾忌。也许吧。不管怎样，父亲抛弃我们母子这一点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。你刚才说的5大剑圣势力天骄中，唯独北域洛家没有。暂时没有，不过听说洛家有一位小公主，年仅17岁，便已经是剑宫境巅峰，20岁前成为剑意境剑王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到时候
天骄又要增添一人，叫什么名字？洛水寒。这些人我都记住了，将来我定要超越他们。我吕家的神剑天虹，是一柄金属性神剑，因此我吕家的武学也多为金属性武学，主要分为3大类：剑经、剑法、剑体。剑经是吸收剑气能量，凝练自身剑气的功法；剑法是运气自身剑气的剑技法；剑体是通过剑气能量强化身体的体术。吕家的至强武学是白虎圣剑经，不过白虎圣剑经只有吕家最核心的人员才能修炼，我也不会，只能教你金虎剑王经。金虎剑王经，金虎剑王经可修成金虎剑气，虽然不是吕家至强武学，但放眼剑域大陆，那也是1等1的绝学，可修炼这剑意境的剑王级功法。那我到了吕家，能不能学白虎圣剑经？你是家主之子，当然能学。我先教你金虎剑王经，若你1个月内能够修炼有成，能将修为提升至剑体境巅峰，我就教你剑法和剑体，等你解决方家事务。金虎剑王经要求天赋极高，想必吕阳1个月内也练不出成果。这样一来也好，能早点带他回去复命。好，那我就先学金虎剑王经，看看吕家武学相比方家的小沧浪诀有何出众之处。这小鬼，方家武学也配和我们吕家金虎剑王经相比？现在，该是教你运用剑气的剑法，以及强化身体的剑体之术。我能教你最强的剑法，是飞鸿剑法；最强剑体是赤瞳剑体，都是剑王级武学。飞鸿剑法，剑气化飞鸿，若是剑王施展，剑鸿可飞天3000丈。对于剑体境而言，修炼这门剑法难度极大。不过，你既然能在1个月内练成金虎剑王经，想来也不成问题。赤瞳剑体是在剑体境大成的基础上打破身体极限，继续提升肉身强度的剑体之术。练成之后，身如青铜，可抗剑气攻击，兵刃难伤。仅凭金虎剑王经，你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，方有突破剑魂境的可能。但若能练成飞鸿剑法和赤瞳剑体，突破剑魂境将不是困难，而是水到渠成的事。